大家好，我是维玲阿姨。今天我们来做鲜肉包子。无论是包子还是馒头，你的面一定要揉到位，然后呢要三擀三折，把大的气泡都压出去。这样子呢，你的馒头或者是包子呢就会非常光亮洁白。今天我们也会讨论到底是冷水还是热水来蒸包子比较合适。喜欢吃包子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。绞肉加入盐、蚝油、老抽、黑胡椒粒或者是胡椒酱、生姜。我喜欢直接戴上手套，就把这一些酱料搓揉均匀。你在这个时候也可以加入葱姜水，可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绞肉打了水之后的口感，所以一般我只放2瓢的水，然后再加入一些麻油、葱花，继续搅拌均匀。肉馅准备好，可以先放入冰箱备用。可以在水里头加入少量的牛奶，这样子你的面团会更洁白一些。加入酵母粉，搅拌均匀。面粉加入糖，一点点的油，酵母水，搓揉成团。你也可以在你的面粉里加入半小勺的泡打粉。泡打粉的功用呢，就是使你的包子在蒸的时候呢，会更蓬松、更暄软。看个人口感咯。在案板上继续的揉面，其实这些动作呢，都是帮助面团排气，可以让面团先休息15分钟，我们再进行下一步。松弛了15分钟之后的面团比较容易擀开。我刚刚说过，如果你要你的包子或者是馒头非常光滑漂亮的话，三擀三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看到很多的大气泡，你就把它戳破，再继续稍微擀薄一点。把面团大约分成55公克一个的小剂子，每一个小面团再继续搓揉几下，让它更光滑。这样的动作也是为了要排气。在桌面上撒一点手粉，然后把这个面团擀成一个内厚外薄的圆饼，大约10到11公分就可以了。将包子皮朝外的那一面呢，再抹上一些手粉，为了就是让你的包子的褶子比较明显。放上大约45公克的内馅，稍微把它压得紧实一点。现在呢，用你的左手托着面皮，你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掐住面皮的外边边缘，捏出第一个褶。左手的食指呢，稍微向前推，然后把那个内馅稍微压一下。大概到第5个折之后呢，我就会开始往上跟往后拉，就是这样子，转着包子，一个一个的折，慢慢的打，慢慢的往上提，往后拉一点，尽可能的拉出大小一样的折痕。这样子你的包子会比较工整一点。在桌面上把包子稍微整形一下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口很大的话，可以把这个折子往上提，然后呢再收一次口。
不要心急，就是这样子，慢慢的转动你的包子，轻轻的把这个褶子捏出来，就这样子很漂亮、纹路很清晰的包子就包好了。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包子有一个金鱼口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打折的地方拉得更上面一点，然后呢，用4根手指头把它掐紧，然后封口多余的地方你可以拧掉或者是压下去。包好的包子放在室温发酵，现在呢就牵扯到底是冷水上锅还是热水上锅比较合适。依照你包子发酵的程度，我们来决定今天是用冷水还是热水蒸这个包子。我喜欢用水球发酵法来判断包子发酵的程度。今天呢，这个小水球呢，大概只有1/4是浮在水面上，所以这样的情况呢，我会用冷水上锅，因为我希望它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再继续发酵。但是如果今天你的小水球已经大约有一半是浮在水面上，那你就必须要热水才能够开始蒸这个包子，因为你不希望你的包子过度发酵而影响口感。所以我今天是冷水下锅，一共是大火蒸了19分钟，最后的5分钟呢，我会转小火，并且放一根筷子在中间让它稍微散气。蒸好之后，你也不要马上打开盖子，让它回温一下5分钟再开盖子，这样你的包子就会非常的光亮，非常的漂亮，不会回缩。哇，真的好香哦！而且你看，不用打入大量的水分，它一样很有汤汁，而且这个肉还是很有嚼劲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帮我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